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源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作者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张太苏、安德烈。习近平的法律和秩序战略，中国共产党对新的合法性来源的追求。过去30年来，中国共产党将其政治统治建立在其行政管理的成功之上，特别是在经济管理方面。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之后，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达成了一个隐性的政治交易，人民将接受威权统治，作为回报，他们将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尽管这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交易，从普通民众有实际选择自由的意义上来说，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党国确实将经济表现作为其压倒性的优先事项，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到2010年代中期，这一政治基础开始出现裂痕。自21世纪初以来，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经济面临强大的逆风，地方政府的债务变得不可持续，房地产泡沫似乎越来越危险，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继续下降。最令人担忧的是，该国正走向不可逆转的长期人口衰退。作为回应，关于工资不平等和缺乏向上流动的社会紧张局势不断升级。2019年底 COVID-19 大流行病的发生，以及中国一切照旧的长期暂停，直到2022年11月，大规模抗议活动迫使政府最终放弃其零 COVID 政策，极大地加速了这些发展。在2021年的一个短暂时刻，中国通过对入境和内部流动的特别控制，设法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开放。中国经济的表现似乎再次超过了几乎整个世界。然而，到了2022年下半年，由于严重的封锁造成了破坏性的经济损失，任何中国的特殊感都被打破了。官方统计中报告的年度 GDP 增长放缓到 3%， 而且实际上可能更低。同时，长期问题继续恶化，房地产市场和相应的地方政府财政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出生率急剧下降，导致60年来人口首次正式减少。2022年也许是自1978年中国开始认真进行自由化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成为党国的严重政治负担。尽管大流行病后的反弹可能会推动经济增长在2023年回到 5% 以上，但现在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统治者很可能不再能够安全地依靠经济表现作为政治合法性和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相反，他们正越来越多地转向法律，以使其统治合法化，寻找合法性。即使是专制政权，也倾向于选择受欢迎和自愿服从，而不是压迫。中国的人口规模使这种偏好变得更加必要。事实上，早在2013年，该党似乎就认识到，仅靠经济增长已无法提供一个安全的政治平台。过去10年来，习近平主席的许多标志性政策“一带一路”倡议、更加自信的外交、共同繁荣、反腐、依法治国都可以被合理的理解为创造新的合法性来源的尝试。这些努力分为3类。第一，有些人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内政策平台，其中资本主义利益被部分压制，而支持更多的政府投资于福利和再分配计划。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扶贫计划和共同繁荣。到目前为止，共同繁荣是一个全面的政策保护伞，包括社会福利投资、增税和针对大型私营公司的政府行动。第二，诸如 BRI 和外交侵略等政策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以提高政治支持。第三，以反腐败和依法治国口号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旨在更好地将政府的行为描述为合法。所有这3种努力都继续在主要的政治演讲和政策文件中占据突出位置，但有些努力比其他努力更有可能取得成效。福利改革虽然通常是有益的，但不太可能帮助足够多的人，从而大幅提高政府的合法性。例如，扶贫改善了许多农村居民的经济命运，但那些受益者只占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城市劳动人口现在在数量和政治重要性上都占优势，但他们还没有从共同富裕的推动中获得任何重大利益。最终，考虑到政府越来越不稳定的财政状况和经济的困境，在可预见的未来，在政治上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似乎不太可能。相比之下，调动民族主义情绪更便宜、更容易。近年来，
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潮流，它影响着政府行为和公众对它的反应。中国政府现在拥有一个相当大的媒体机构来制作和传播民族主义叙事，然后这些叙事被主要的社交媒体影响者和大量的民族主义键盘侠所传播，通常是自愿的，有时是通过更多的制度化合作。国内和国际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其中包括2020年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颁布，2018年中国电信公司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留，美国试图引渡孟晚舟零签证政策的初步成功，以及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2022年对台湾的访问。中国的统治者不能再安全地依赖经济表现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然而，在党国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存在着关键的脆弱性。某些形式的民族主义，例如目前在印度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深深扎根于有关身份和宗教的社会信仰中，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则主要是基于国家财富和权力的叙述。它抓住公众的想象力，不是因为它与某种价值体系或文化认同产生共鸣，而是因为它庆祝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物质成就，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自豪感和满足感。因此，它依赖于中国持续的物质成功、经济繁荣、军事力量和外交胜利。这里存在着政治上的危险。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使其在国家经济表现良好时能够扩大公众对党国的支持，但在经济陷入困境时却不能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后备来源。这一弱点在最近几个月很明显。在中国2021年的经济成就之后，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气氛在2022年初还很欢快和自信，但几个月的坏消息，上海的封锁，接着是北京和广州的半封锁，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困境，就足以让民族主义人物处于防御状态。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嘲讽和公然谴责变得司空见惯，最明显的可能是网上的奔跑论。大量的中国中产阶级表达了他们想离开中国去西方的愿望。面对这种普遍的不快，民族主义的说法变得惊人的沉默。事实上，当政府活动没有达到他们自己的绩效预期时，一些人甚至偶尔会批评政府活动。的确，他们抨击了军队对佩洛西访台的胆怯反应。中国的民族主义如何包括这种对表现的心理依赖是异常复杂的。但共产党早期对儒家思想和其他具体形式的传统文化的敌视几乎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即使近几十年来传统文化得到了部分恢复，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公开讨论古典思想的各个方面，但以现代民族主义政治的标准来看，中国政治话语与任何类似于有机的中国社会政治价值观的联系仍然很薄弱。党对将中国民族主义塑造成这种以业绩为导向的形式负有很大的责任。在富足的年代有利于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但当经济形势变得更加艰难时，就很危险了。合法的专制制度，习近平和他的副手们现在越来越倚重法律来巩固他们的合法性。西方观众可能仍然会觉得一个专制政权在法律方面的投资很奇怪，但重要的是要明白，法律相对于法治而言，他要求对甚至最高级别的政治行为者进行彻底的法律检查，往往会增强中央当局的权力，而不是减少它。中国法律本身并没有对党中央领导的权力施加法律限制，因此他并不打算实施法治，就像人们通常使用的术语一样。然而，他确实对其他所有人施加了法律限制，普通公众和私营企业，以及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法律可以用来控制或压迫，就像他们可以用来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只要法律是其领导层政治意愿的体现，党就有兴趣系统而严格地执行这些法律，特别是如果他想对其地方代理人进行更牢固的控制。换句话说，即使他对政治自由化没有兴趣，他也有兴趣在技术合法性方面进行投资。在过去的8、9年里，社会政治合法性在中国的崛起是无可置疑的。自2014年以来，习近平政权推动了许多制度改革，旨在提高整个党国机构对法律法规的普遍遵守。
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内席卷全国的反腐运动，也许是这一计划中最明显的组成部分。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提高司法机构的专业性、财政安全和政治地位的改革。例如，自2015年以来，中央政府加强了城市和乡镇政府的地方法院的预算独立性。中央政府还授权地方法院对一系列针对地方政府活动的行政诉讼进行裁决。专业化的执法仍然很不完善，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它的起步非常糟糕，但近年来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与10年前相比，现在的法官和律师训练有素，在党国中也更有影响力。地方官员也比以前接受了更多的法律培训，并定期对他们遵守法律的情况进行评估。中国的领导人似乎对统一和专业的执行法律很认真，除了他们自己，对所有人都是如此。习近平和他的副手们现在越来越倚重法律来巩固他们的合法性。这种对合法性的强调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了对地方官员的控制或提高社会一致性。他们有可能提供一个完全独立的、不依赖经济表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政府行为越来越合法化，这本身就可以成为社会信任的来源。正如几代社会科学家所观察到的，许多人类社会有一种接受法律作为理由的倾向，将合法性视为接受国家行为的内在理由。这种接受在道德上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但它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甚至在非民主的、不自由的社会中，也许尤其如此。最近的研究越来越表明，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存在。例如，调查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对提高政府政策的法律专业性的制度改革反应积极，即使这些改革限制而不是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中国政府似乎认为合法性可以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最近，每当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强烈不满时，例如在2022年的一次重大丑闻中，河南省官员试图通过实施大面积封锁来阻止对当地银行的挤兑，中央政府的反应是再次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并承诺对地方官员进行更多法律培训。显然，他是在赌，在言辞和实质上进一步投资于合法性，可以直接加强公众对政府行动的信心。这种对合法性的承诺所带来的好处，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完全弥补经济表现不佳所带来的损失。但在中国政府迄今为止所尝试的所有替代方案中，这无疑是最有希望的。与民族主义不同，它不依赖于经济表现，可以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替代。与共同富裕不同，它不需要在财政危机的时候进行大规模的福利支出。因此，无论政府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有什么其他尝试，它几乎肯定要保持对合法性的投资。它的政治命运很可能取决于此。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